沈长清，你竟敢跟我这么说话！我好歹也养了你20几年了，你竟然这样的目无尊长！尊长，潘伟森先生，你真的应该好好反省一下，你自己的所作所为，配得上这个称呼吗？你，沈长清，潘总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大清早的，火气不小吧？好，大家都到齐了，我们开会吧。沈总，上次你信誓旦旦的向董事们推销科恩公司的新技术，你要董事们支持你的提案，与科恩公司合作。请问，你就是用这个来回报董事们对你的信任吗？他们要51%的纯利润，还要在新产品上加注上科恩公司的大名，这简直就是拿着大家的钱去请一个爷回来啊！事后我们还要砸下多少银子来供着他？沈总啊，你是用这个合作项目来开辟沈氏公司的黄金时代吗？哼！丁小姐，您预交的房费已经用完了。如果您要继续住的话，请您续交房费。我知道了。对不起，丁小姐，麻烦您尽快续交房费。你催什么催啊？你觉得我会赖账是不是啊？对不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酒店有规定，客人如果没有在规定时间内续交房费的话，我们只好请客人离开。哦，你要赶我走是不是？你以为我没钱是不是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潘家大小姐，我爸爸是沈氏集团董事长。你不就是要钱吗？我给你，拿去，都拿去，不要再放我，拿去，给我走，出去，给我出去，科恩公司在行业内有很高的知名度，还有很强的品牌效应。这样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，想要和他们合作的企业，自然是多如牛毛。他们自然也会提出一些很苛刻的条件，来吓退一些不合格的合作者。沈氏集团现在在化妆品行业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？我想各位不用我说，心里应该都很清楚。我们一直在吃过去的老本儿，在新科技方面根本就毫无突破，整体实力已经远远被很多竞争者所超越。如果这一次我们给出的条件是和其他的竞争者一样，那么只有被淘汰的命运。我们只能暂时接受对方的苛刻条件，争取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。没错，现在看来，沈氏集团并没有占到任何便宜，甚至还有一些吃亏。可是我记得金董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：既要凭借别人的实力霸占市场，自己却又不肯吃亏，天底下怎么会有这种好事呢？
而有的人，正是拿这种期待中六合彩的心态来谈合作。这种不肯吃亏的心态，只会让公司束手束脚，令公司难以发展和前进。中国不是有一句老话吗？吃亏就是占便宜。没错，虽然目前看来我们这一次没有主导权，可是我相信跟这样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合作，对我们未来在化妆品行业中的发展是很有好处的。用不了几年，当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为化妆品行业翘楚的时候，我相信各位绝对不会后悔这一次跟科恩公司的合作。我自己说过的话都忘了，没想到你记得那么清楚啊，还可以在董事们面前那么从容地说出来，我对你感到既荣幸又佩服。金瑞，说正经的，这一次可以跟科恩公司合作，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。要不是你的话，我恐怕都没有机会跟他们接触。你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呢。对我来说，科恩跟华雅合作还是跟沈氏合作，都是一样的，我都能赚到钱。但身为沈氏的股东，我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？这件事不用挂在心上。倒是，新技术的投资不是一个小数目，你打算怎么做？这一次，我打算用配股的方式来融资。对了，这次项目其他的股东应该也大有兴趣，你要不要抢先把大块配额拿下来？你这么急着报恩，看来你是不想欠我情。不是，我只是……沈长青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么着急想跟我撇清关系，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。我不妨再告诉你，当初投票选你进董事会的西林公司，背后是我。什么？你是说……用不着那么惊讶吧？我只是把我在沈氏的股份分配到2家公司身上，因为有人觉得我掌握太多，夜里睡不着觉了。金瑞，有时候你真的是太可怕了。幸好我们不是敌人。那我们是什么？长青，我对你没有什么好遮遮掩掩的。我喜欢你。既然你已经跟林浩分手了，我们交往吧，这样我才可以名正言顺的帮你。即便我知道你现在没有办法像我喜欢你这样喜欢我，我不建议你把这当成一种游戏，一场可以让你打赢潘伟森的大戏。对不起，我不想在公司的事情上扯上我的个人情感。不要这么快就拒绝我。我知道拿回沈氏，继承你外公遗志是你最大的心愿，但前面道路有多艰辛，你已经试过了。如果我们不能合成一股力量，是永远压制不住潘伟森的。他迟早会找机会东山再起。如果我们在一起，对潘伟森本身就是一种威胁，他不敢乱来。金瑞，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和帮助，但是感情并不是儿戏，这样对你来说也不公平。而且我说过，我自己选择的道路，无论是多么的艰险，我都会一个人走下去。
我再也不想拖累其他人了。你永远不用担心会拖累我。为了你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爸爸妈妈，很久没有跟你们说话了。女儿已经进入了董事会，而且当上了沈氏的总经理。可是潘伟森依然是沈氏的第一大股东，要扳倒他前途未卜。今天，有人给女儿指出了一条捷径，可是女儿不能答应他。不过，女儿跟你们保证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，女儿一定会让潘伟森付出代价。一定会替你们讨回公道。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林浩，你好，这位先生喝醉酒了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他的通话记录里拨打最多的就是您，请问您能帮忙把他接回去吗？好，我这就过去。马上就到了啊！来，小心台阶。慢点儿，哎，当心！沈长清，哎，林浩，林浩，林浩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来，叔叔，林浩，他好像喝多了。沈长清，你怎么老缠着我们家林浩啊？叔叔，你听我解释。不用再说了，我们林家被你害得还不够惨吗？林浩他自从跟你在一起，我们林家就没过上一天好日子。拜托你，别再缠着林浩了，就让他对你死心吧。你可以走了，我们林家不欢迎你。沈长清，你怎么老缠着我们家林浩啊？不用再说了，我们林家被你害得还不够惨吗？林浩他自从跟你在一起，我们林家就没过上一天好日子。拜托你，别再缠着林浩了，就让他对你死心吧。你可以走了，我们林家不欢迎你。
金瑞啊，金瑞，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你明明知道长青的性格，还要说出那番话。金瑞，早安。早。那个，什么事情这么吞吞吐吐的？金董，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啊。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长青，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些话，你可以当做没听到。我们还是朋友。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，怎么能说收回就收回呢？金瑞，我答应跟你交往。可是你不觉得我这么做是为了我自己，或者说是为了你手上的股权，又或者说是在利用你？我知道。但是我不在乎。你真的不会介意吗？我们之间没有爱情。我当然介意。说不介意是骗人的。但要怨，就怨老天爷让你先认识了林浩。但是，你跟林浩已经成为过去了，不是吗？我还有机会，我有信心，你迟早会爱上我的。我也不知道。先不说这个了，既然我们决定演这出戏了，就要把它演好，让潘伟森跟众董事都来捧场。捧场？没错，我要向大家宣布，我金瑞跟沈长青即将订婚了。董事长，请您过目。沈长青要跟金瑞订婚？对，时间就是这个月末。刚才沈长青派李家过来送请柬，还特别要求让您务必参加。这个时候和金瑞订婚，他想干什么？我觉得应该是想联起手来对付你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哼，看来沈长青是铁了心要斩草除根，把我彻底逐出沈氏了。董事长，沈小姐自从当了沈氏的总经理之后，在公司里的威望越来越高了，您可要当心呢。没想到
我潘伟森会被一个黄毛丫头逼上了绝路。当初是我太小看她了，不过现在还不晚，我还是沈氏的董事长。只要我在这个位子上坐一天，我就还有翻盘的机会。那您看这订婚宴？当然要去，毕竟我还是沈长清的父亲。他不想认，也得认。来啊！老板，您看您高兴成这样，您明知道沈小姐是权宜之计，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现在是假的，总有一天会变真的。来，欢迎各位，谢了，谢谢，里面请。哎呦，王太太，您也来了啊！请，快请。金董，老何，恭喜！恭喜！来，你好，里面请，请。哎，恭喜！里面请。你好，谢。好，请，里面请。金董，恭喜了！你也来了，你太给面子了啊！你好，请。哈哈，快，里面请啊！恭喜！金董，您请里面请。恭喜！谢谢。里面请。金董，潘董啊，金太太，潘董啊，今天可是长青和瑞儿的大喜日子。你这个做父亲的来的有点晚了啊！哎呀，抱歉，因为有点急事给耽搁了，请二位海涵啊！哎呀，你看这两个孩子，当年擦肩而过，现在还是走到了一起，真是棒打不散呐！哎，这就叫啊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。没错，这长青啊，就该是我们金家的媳妇儿，她必须得入我们金家的门啊！是。是。哎，对了，亲家啊，怎么没见丁女士来呀？哎，对呀。雅琴身体有点不舒服，不方便出门。她让我向两位问好。好，谢谢。哎，金瑞呢？金瑞，那你先回去吧，我们再金瑞，过来，来，见岳父大人啊！来呀！董事长。哎，怎么还叫董事长啊？该改称呼了。就是，金瑞啊，从今以后啊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对啊，在公司，咱们是上下级；私下里，我就是你的岳父。你可要学会尊敬老人家呀。是啊。好，抱歉，叫习惯了。潘叔叔，我跟长青订婚以后，她就是我的未婚妻了。我一定会尽全力支持她，和她一样尊敬您老人家。好了，客人们都来齐了，咱们先进去吧。是啊，潘董，你先里面请啊。好，里面请。来，各位里面请啊。请。哎，来里面请。瑞儿，潘董跟长青的关系，我也知道那么一点儿。听说他们的关系已经僵得要断绝父女关系了。可是潘董是我们家多年生意场上的朋友啊，我可是要提醒你啊，在生意场上没有永恒的敌人，只有永恒的利益。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你可得注意点，别搞得大家不开心啊！爸爸，你放心，我和我这个未来的岳父会相处得非常融洽。尊敬的各位来宾、各位先生、各位女士，今天是个美好的日子，我们迎来了沈长青小姐和金瑞先生的订婚庆典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，有请出金瑞先生和沈长青小姐。
是由沈长清小姐和金瑞先生互相交换订婚戒指。要幸福。天边的地平线，我以为能够触摸，就像触摸你的温柔，像昨天的誓言，我以为明天会实现，可是爱有时候会变，命运不是说换就能够换，但是爱永远只能有一条主线，天空永远有等着你的那朵云，就算所有彩虹都离去，爱燃烧弥漫的味道躲不去，看着你一个世纪不老，不管明天多遥远，不管信念曾改变，拥抱的心会给你温暖，燃烧的火焰陪你走到终点。对不起，没关系，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心甘情愿地嫁给我。林浩，儿子，哎呀，怎么喝成这个样子啊？哎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，回房去啊！妈，怎么了啊？这次你应该开心了，长青终于跟别人订婚了。他跟别人订婚了，不要离开
上来。珍珍，你不好好在美国待着，回来干什么？我是没有办法才回来的。这几个月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，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。在美国我一个单身的女孩子，你让我怎么办呀？派梅森，当初我们的孩子出意外的时候，你小声点，这是胡言乱语的地方吗？换个地方再说。我们在朝前开吧。有什么话说吧。丁雅琴的事情我都听说了，真没想到她会做出这种事情来。其实我早就说过。行了行了，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你还是赶紧回去吧。那些钱呢，我会马上帮你准备好的。难道在你的眼里，我就是只看重钱的女人吗？不是为了钱，你还能为了什么？因为我爱你啊！也许你听到这句话会觉得很荒唐，我比你小那么多，怎么可能会是爱？我也问过我自己，我到底喜欢你什么？可是我离开你以后才知道，只有你才能给我想要的安全感，只有你才是我想要的归宿。珍珍，你真的不恨我？我恨，我当然恨你。特别是看到你对我们的孩子那么无情，我恨不得跟你同归于尽。可是我说服不了自己。这段时间我每天想的都是你，威森，我是真的离不开你。珍珍，威森，董事长，这是我跟科恩公司谈好的合约，请您看一下。把沈氏名下的生物科技独立拉出来，由他们负责收购。没错，之后沈氏的股东即将会入股到这家公司，按照在沈氏所占的股本比率来决定。如果董事长没有其他意见的话，董事会通过以后就可以签署了。长青啊，还真是能干呢。董事长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，我先走了。Hello，it's coffee time。来，谢谢。试试甜度怎么样？合约经过董事会的一致通过，等到正式签约的时候，科恩公司就会派代表过来跟我们接洽。哦，签约的时间定在8月份，也就是说，这段时间开始，股东们就要开始筹集资金了。哎，那你打算怎么融资呢？我和董事会商议，决定向股东配股融资。好办法。不过呢，我怎么闻到了一股阴谋的味道？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。什么？你要转让股权？我现在手边已经没有多少资金了，如果按股本算，最多可能融资的不过上亿。虽然之前我一再反对那个项目，但是对人不对事。其实我知道，那个生意如果谈成了，盈利的前景非常好。所以啊，我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。可是，董事长，现在沈氏和科恩合作的消息还没有传开，沈氏的业绩还维持在一般的水平。一旦两家合作的消息传开之后，那利润一定会上升的。这个时候您出手，
恐怕……那没办法了，要获得资金，只有这条路了。喂？什么？是吗？太好了，这个消息太及时了，改天我一定登门拜谢。再见。咦，怎么了？你这是脸上开出牡丹花啦？潘伟森果然上钩了，真的？坐。现在风声这么紧，你怎么还敢约我见面呢？那有什么？哎，你有什么话就说吧。看把你吓的，怎么着，让你出来陪陪我都不肯吗？现在不是非常时期吗？来，我们喝一杯。雅琴，我想，你这次叫我出来，不会是只让我陪陪你这么简单吧？你喝了，我就告诉你。我干了。说吧。我就是想你了。就这么简单？那有什么呀？志豪，我的心，你不懂吗？哎呀，昨天晚上喝的太多了。你昨天答应我的事情没忘吧？什么事儿啊？你真不记得了？就是把潘伟森名下的股票转移到我账上。这怎么可能啊？你这不做白日梦吗？我就知道你找我没什么好事。志豪，我这也是为了我们俩的将来着想嘛。你这么聪明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哎呀，亲爱的，这个事儿我是真没办法。你和潘伟森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你应该比我对他更了解。他现在根本就不把我当老婆看，那我也没必要为他着想。你就帮帮我好吗？哎呀，雅琴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潘伟森这个人，我现在有什么办法呀？我没机会下手啊。我真是白信任你了。就这么点小事情，你就推三阻四的。反正啊，你今天无论如何得答应我。你要是不答应我的话，那我就把咱们俩的事情给说出去。你看潘伟森会怎么对你？不是，我什么呀？我不择手段、卑鄙无耻是吗？哎呀，行了。我自有办法。这是一份股权转让书，里面有2个协议。你只要让他在上面签个字，那剩下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。即使日后追究起来，那也是我们2个人之间的事情。毕竟我和他同床共枕10几年嘛。你就算有了这些东西，你也不可能悄无声息的就把这些股份转走吧？你只要能让他在这上面签好了字，那我就可以让别人帮我把这件事情给做成。只要这件事做成了，那我们以后就再也不用看潘伟森的脸色了，我们就可以过自己的新生活了，这样不好吗？怎么做呀？